Hello， 大家好，我是 YC。我的280刀美股小账户挑战成功做到了50万美金，用15个月，盈利已经在 Kinfo 上验证了。他们也在 X 上转发了我的成绩。今天被邀请去纽约参加活动，所以早点下班。我要去 Nasdaq 了，那我们出发吧。虽然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来纽约，但这次还是有些期待的。那开始今天第一个行程，这里官方的名字叫做 Nasdaq Market Site， 就在时代广场。来过纽约这么多次，这个地方也经过了无数次，今天终于可以走进去了。话不多说，进去看看。经过了大堂以后，就来到这个敲钟的地方。大家对这个场景应该很熟悉吧？无数个上市公司就在这里敲响了自己的钟声，外面的大屏也会把这一刻同步给全世界。作为一个做日内交易的 day trader， 我每天都需要去选股去操作，而那些股很多都是 Nasdaq 的。这么多年下来，我做过的纳斯达克的股票应该也有上千只了，而他们的起点就在这个房间，所以对我来说，站在这里的感受真的很奇妙。上去2楼是一个 event space， 通常用来举办发布会、媒体活动或者是品牌活动之类的。这个地方相信也是大家经常看到的画面。诶，等等，这不是 Ricky 吗？我当时完全没发现。他是一个有100万粉做日内交易的 YouTuber， 我大学的时候就有被他以交易为生的视频 inspire 到，当年觉得好酷好自由。后来我也进入了这个行业，也没想到几年后居然和他站在了同一个地方。他在我的脑海里面还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现在他留了胡子，所以我没认出来。在旁边就是一个展示厅，会放一些在 Nasdaq 上市的知名公司的古早产品，比如说有星巴克几10年前的杯子，还有一台40岁的苹果电脑。没想到这电脑一点都不卡。平时我就是看着电脑去盯盘，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才意识到，我每天眼前的那些数字，其实背后都有无数个企业和故事。在楼下 Times Square 逛了一下，现在过去木木给我们准备的 After Party。是一个很美的 Rooftop Bar， 一上来就开喝。一些华人博主巧了，刚好今天是这位大哥的生日，给他小小庆祝了一下。跟这位从澳大利亚过来的金融博主聊了一下他们的蜘蛛到底有多大只，估计他也是喝多了。在曼哈顿市中心的顶楼喝点 cocktail， 看看日落，还是很舒服的。要说纸醉金迷的 vibe， 还得是纽约啊。来吃个晚饭，这家餐厅是 Korean style 的米衣，很经典的3件套：和牛、海胆、鱼子酱。韩餐的元素其实不是特别多，但是味道还是挺不错的。吃到后面和牛有点多，吃得有点腻呢。回酒店休息了，飞的喜欢的大书桌。第二天也是木木安排的活动，邀请我们去 City Field 现场看棒球赛，他们还有专属的包厢。没怎么了解过棒球的我，也有被现场的氛围感染到。那活动都结束了以后，我在纽约多玩一段时间，反正在哪里炒股都一样。最近有小小改变了一下盯盘和操作的时间，盘前大概7点钟就开始操作了，所以下班的也早一些，然后下午就可以出去玩了。今天去 Central Park 晒晒太阳。纽约这个城市放眼看过去全都是高楼，但这样寸土寸金的曼哈顿中心却有一个这么大这么舒服的中央公园，不自觉的节奏就会慢下来。今天人还挺多的，看来这里的大家都不上班。逛到了一家日料，进去试一下，里面是画廊的布置，还挺有氛围的。没想到印象最深的是这个甜点，真的很好吃，每次必来的 cocktail bar， 熟门熟路的把爱喝的那些都来一遍。又是在纽约盯盘的一个早上，这个 trip 是在8月，那阵子的日内交易市场比较安静，我这个小账户挑战的盈利从20万回调到了16万，然后市场回到了活跃的状态之后，盈利很快就来到了50万美金。又到了吃饭时间，这家意大利餐厅也是我每次必去的，我强烈推荐这个意面，一口气就涮完了。经过了很多次的华尔街铜牛，虽然我 long 和 short 都会做，但作为一个 trader 还是摸一下吧。逛着逛着又看到另外一个金主爸爸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进去看看。逛到了松果这里，附近有一家很适合看日落的 cocktail bar， 可以俯瞰 Hudson River 和夕阳。他们的 cocktail 也做得还不错，每一次来都会被晚上亮灯以后的纽约惊艳到。接下来继续在纽约边玩边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溜了。